大家好，我是大伟。中医里面有一个24节气养生。那么现在正处于夏季，在夏季的时候啊，空气当中的湿气啊、湿度啊变重，那么我们身体里面的阳气啊就外散外浮，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阳气啊就容易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呢，夏天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起来呢？在夏季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既不花钱，而且整个人啊还舒服。怎么做呢？就是晒太阳啊！晒太阳的时候啊，记住了，我们要晒哪里呢？咱们要晒我们整个背部。为什么要晒背部呢？因为这个我们的腹为阴，背为阳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督脉啊，它又被称为阳气之海啊，所以说夏天啊，我们就要给我们的背后啊充电。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找到一个阳光比较好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时间点一般在早上的9到10点左右啊，或者说我们下午3点钟以后啊，这个时候啊太阳没有那么的毒辣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啊，去给我们的背后去晒。每次啊，咱们不要晒时间长啊，去晒一个10分钟到20分钟。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啊，就是我们体质不太好的朋友或者年纪较大的朋友，那么晒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人陪同啊。如果说你在晒背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头晕或者有些不舒服的症状啊，咱们就要及时停止了。同时呢，我们晒背的时候啊，晒着我们的背部的时候，我们最好是趴着这晒。那么既然是趴着，那我们趴了一个10分钟到20分钟以后啊，我们在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预防这种体位性的一个低血糖啊，就是说你一站起来会出现头晕难受所以说我们趴着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慢慢起身一点一点起来，然后坐一会儿再站起来，这样的话是更为安全的。同时有一个细节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家里面它是有一个大玻璃的。对吧？现在都提倡这个落地玻璃嘛，那我们千万不要隔着玻璃晒，隔着玻璃晒对于我们的身体就没有太多的一些帮助了。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多晒晒太阳一点呢是帮助我们温通我们的一个经络，给我们的督脉充电让我们的阳气变得更充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帮助晒太阳可以帮助我们杀除我们这个体表的一些细菌，同时呢，对于我们的钙质也能带来很好的帮助缺钙的朋友多晒晒太阳，对吧？所以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天气热太阳又辣，但是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季节。咱们现在很多中老年人患有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非常的快，每天很担心。但是担心归担心他每天还是很少去做运动主要他都是在一些饮食上面进行一个补充。咱们说骨质疏松最怕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光去补钙，而这个钙在体内它不是直接合成的，它需要阳光，对吧？这个夏天太阳辣，它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刺激我们钙质合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候。而很多人他不知道，他每天隔着玻璃晒晒太阳，但是隔着玻璃一晒，这玻璃一挡，它很多这个一些优质的光线它进入不到我们身体当中就不能帮助我们促进我们钙质的一个合成。所以呢，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如果你想改善你的一个骨质想让你的骨质流失速度变慢让你的骨质变得越来越坚硬，你把这个视频看完或者把它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每天看，会让你得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惊喜。好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其实有说法的夏天我们选择8到9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太阳光没有那么辣，然后呢，我们背部对着太阳，把背部对着太阳，然后呢，手你看这样我们的手这样扣在一起，把手扣在一起以后呢，去踮脚，手往后拉，看1、2、3它是一个背部七颠是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但是后面有人也把它改了一下，为什么呢？就是背部七颠一般是这样去颠我们拉了一个手去撞什么？撞我们的肾阳借助后背的一个太阳去照射阳光的照射去撞我们的一个肾阳。一个呢是提升我们的肾气，肾主骨拉气提升肾气以后整个人的这个骨质会变得非常的好骨骼会对骨骼非常的好。第二个呢，通过我们的一个震荡能更好的提高我们骨骼当中的一些结构它的稳定性。最后呢，再加上我们的阳光帮助我们促进一个这个骨质的一个合成所以呢，我们就对着阳光，你看1、2、3
啊，换一个角度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里呢有一个讲究是什么呢？咱们很多做这个动作的人啊，都是年龄普遍是45岁左右往上走啊，所以做这个动作，我们要求啊不要动作大啊，踮脚啊不要踮很高啊，轻微踮脚，脚后跟撞地啊，轻轻撞地，然后手臂啊也不用拉得很像年轻人一样拉得很厚，只要稍微的，你看1、2、3、4，很舒服。撞击的时候是用我的这儿啊，大家注意看，看1、2、3啊，我们的手腕，用我们的手腕去撞击我们的一个啊这一块啊双肾，来看1、2、3、4啊。做的时候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的小腹啊持续的要往内收紧啊，去把这个动作做一做。每天啊早上8到9点钟，你把这个动作啊背对太阳去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如果感觉啊不累啊，你休息一会儿，再做个20下到30下，做个2到3组，总共时间5到10分钟就完全够了啊。那么今天任务就达成了，就在这个夏天啊，每天早上起来就把这个动作加入到我们的锻炼计划当中，非常的好。好了，今天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家中有老人的，或者啊家里面有人的骨质流失非常快，把这个视频啊转发给他们，给视频点个赞啊，长按3秒啊，给我一个超级霸气的赞。我是大伟，没关注的关注一波，每天分享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夏天啊属时重，那么有很多朋友啊，原来性子啊比较急的朋友啊，一到夏天啊，这个天气又热又干燥，这个脾气啊变得更暴躁啊，性子变得更急。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啊，原本啊其他的时候啊都挺好的，但是到了夏天，感受到这种燥热的天气以后啊，这个心里面啊也经常常常忍不住发火。咱们讲啊，动气伤身，动气伤肝啊，这个暑湿啊暑热对于我们的身体啊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那么我们怎么去很好的去暑热呢？其实有一些很有经验的朋友啊，以前就讲了啊，说我们可以在太阳穴上面滴一些风油精，对吧？以前我们看到太阳穴两侧啊滴风油精，甚至啊手腕部分滴风油精，也有很好的这个去除暑热的效果啊，让我们的心情啊能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那么除此以外呢，大伟今天再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上的动作，这个动作啊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降心火，去暑湿，对于身体的一个心情的调节啊，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怎么去做呢？咱们非常的简单啊，就在这个手腕部位啊，咱们进行来回的一个搓揉啊。大家看啊，这个下面的手啊是始终不动的，咱们用上面的这个手啊，大家看啊，来回的给它进行一些搓啊推搓。做这个的时候啊，千万记住一点，就是不要在身上全是汗的时候去做，因为在这样做的时候啊，很容易啊把我们手腕处这个薄薄的这个皮啊给它擦破了。咱们就来回的，你看进行一个推揉啊，一边你去推一个30下到50下左右，自己看状态啊。推完了以后呢，咱们再换一只手，另一只手啊朝下，然后上面这只手啊就给它进行反复的推揉。在推揉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就把我们手腕这一块区域的啊这个经络啊穴位啊，给它进行一个充分的刺激。这个动作啊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降我们的心火啊，去暑湿，让我们的心情啊变得更好，变得更宁静。所以当我们感觉暑湿湿气重的时候，天气干燥，心里面烦躁闷热的时候，咱们就这样去推一推。啊，就这样去推一推，推个30到50下，你不行，你推个50到100下也可以啊，两边都要做啊。做完了以后啊，就会感觉心情啊变得舒畅了，整个人身体啊变得特别的轻松。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大伟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很多朋友啊说自己的肾阳之气不足，没有精神，其实很多朋友都忘了啊，现在啊夏季就这个季节。你去提升我们的肾阳之气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而且你通过我今天教你的这个方法，能够快速的让你整个人啊变得更精神啊，肾气一下子就起来了。而且我今天教大家的这个方法，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好了。这个方法在以前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也不外传。好了，我们直接讲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吧啊。这个方法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你早上8到10点钟啊这个阶段，你甚至可以往前延一点啊，7点半到10点钟的阶段。太阳不是那么辣的时候啊，你面对着太阳，太阳照射过来，照射在我们的小腹上啊，面对着太阳啊，戴个墨镜啊，不要眼睛被刺伤了。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腹区啊，做一个什么呢？看，画圆，腿一定要是什么呢？腿一定要是微微的往下沉，身子要往下沉一些啊，然后画圆。这个画圆也是有讲究的啊，怎么去画呢？
啊，它是用我们的这个小拇指上面的这个关节，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去顶在我们的一个腹部啊，去画。画的时候一定是由内往外往上提，它的这个劲啊，你看往内看往内，然后一定要是往上提再下来，往上提再下来啊。所以它这个你看我做的是这样，它其实有个内劲啊，就是使劲的把它往上提啊，往上提，微微啊收着一点气，收着一点肚子，对着太阳你就这样做啊。很多这个男同志啊做，就每天这样对着做以后，他做一个200下到300下以后，他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啊，就是你懂的。然后女同志做呢，她小腹啊会感觉里面啊，就是有一种生阳的感觉啊，就里面热热的，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动作啊，无论男女都可以去做啊。每天早上啊，这个8到10点钟，这个太阳对着我们的小腹就开始这样转啊，这样转啊，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每天早上去做一做。你坚持去做一个10天啊，你就会收获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惊喜。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对我视频的观看和支持。如果没有点赞的，一定要长按视频下方的赞，长按3秒给我一个超级霸气的赞。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一波，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养生小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3伏天补足阳气、改善身体虚弱、排出湿寒的养生方法。那我们以前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春夏是补足阳气最好的一个时节。那么补阳最好的时段呢，就是在3伏天。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咱们没事的时候去晒晒太阳，就是把我们的背部暴露在阳光下，那就可以很好的去补足我们的阳气。因为中医上面讲咱们的腹部属阴，背部属阳。在背部晒太阳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背部的毛孔打开，让我们的湿寒之气排出体外，同时借用太阳的这个热量可以让我们后背的肌肉进行舒张。我们以前讲过，人老背先老，当我们的筋骨肌肉进行舒张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那现在的人呢，长期在室内开着空调，那么他体内他的阳气其实是不足的。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咱们没事去晒晒太阳，把我们的背部去晒晒太阳，就能达到很好的补阳效果。但是呢，晒太阳它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比方说，第一个就是禁忌症咱们这个有高血压很严重的人群，它是不适合的。第二个呢，就是身体非常虚弱的人群，它也不适合的，就是怕你晒的中暑、晕厥，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光源过敏一晒太阳身上就起红斑这样的人群也是不适合的。那最后就是说，身上背后有这些溃烂就是身上有一些疤痕、伤痕还没愈合的，就是晒太阳一出汗嘛，它会容易感染，也不适合。所以，如果你不是以上4类人群，那么你可以借助夏天的这个阳光去补足阳气让这个热量去达到你的身体的深层去帮你肌肉缓解，同时呢，让你背后的这个气血变得更加的通顺。气血只要一通了，很多问题其实就迎刃而解了。那么咱们讲一下最好的时间，就是说早上9点钟到11点钟。那这个时间里面去晒太阳呢，它既不是很热，也不是很辣在这个时段里面去晒，前期记住千万不要晒的时间很长。那咱们就是选择的时间一般是第一天晒一个5分钟第二天呢可能晒个6分钟，最多咱们不要超过20分钟，以免晒伤。每个人对光的一个耐受力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前期尽可能就是5、6分钟7、8分钟。这个方法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他们这个骨质它是处于一个流失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去晒太阳的话，它对你这个钙质的补充，对身体气血的这个通达的程度是非常好。其实做一个比方来讲的话，就是很多人去养生馆，他会去做这个龙骨灸督脉龙骨灸，就是在背后铺满了生姜然后拿那个艾叶去进行这个热量去直达病灶去除湿寒。其实晒太阳一样的，而且不要钱，还非常的省事。男性同志呢，衣服一脱，找一个阳光的地方拿个小板凳这样一趴看看手机或者闭目养神，调节气息就晒起来了。女性同志呢，那就是穿一个泳衣，对吧？或者是穿一个小背心露一点背，就放在这边就晒就行了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的好，也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去做的一个好方法。但是大家在晒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保证安全。年纪过大的人啊，一定要有家人的陪同，好吧？安全第一。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夏天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很多中轻度鼻炎患者难受的症状缓解了很多。即便有很严重的鼻炎，也有不同程度的减轻。按照多年鼻炎人群的经验，往往再过几个月后啊，到了秋冬季，鼻子啊又开始难受了，出现了比如鼻子发痒啊，总打喷嚏，严重的影响了生活。最可恶的是，难缠的鼻炎是年年有，仿佛根本就灭不掉。难道鼻炎真的没有办法去解决吗？最近我在一个大健康的会上，有幸遇到一个调鼻炎的专家，他跟我分享了关于鼻炎的冬病夏治的经验，并且讲了夏季才是治疗鼻炎的黄金时期。我听到以后感觉茅塞顿开，受益匪浅，所以第一时间就想到来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听完以后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帮助。首先从中医上面讲叫做五官相通。有些人以为鼻炎只是鼻子难受，其实不然，鼻炎和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视力都很有关系。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平常打个喷嚏这个眼睛里面就会出现流泪，毕竟五官相通嘛。那么长期的鼻炎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眼睛就容易干痒，耳朵上面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发炎，同时呢还会导致慢性咽炎咳嗽慢肺阻等众多的一个并发症。特别是很多孩子如果有了鼻炎，不仅仅影响孩子的健康，更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他的记忆能力。所以当咱们有了鼻炎，一定要珍惜好这个夏天。那么接下来我会从3点深度的来讲一下鼻炎。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怎么患上鼻炎的，第二个就是导致鼻炎真正的根源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夏天为什么更是调理鼻炎的黄金时期。那么要了解鼻炎，首先咱们要了解咱们的鼻子。我们每天都在呼吸，靠的就是这2个鼻孔，而且这2个鼻孔是我们身体里面唯一一个24小时暴露在外并且不闭合的一个器官。但是呼吸的空气当中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比如像这个灰尘这个过敏原病菌等等这些有害物质，都会随着咱们一呼一吸之间进入我们的鼻腔，那有些就会附着在咱们的鼻黏膜上，所以我们的鼻子就如同一个吸尘器，不知不觉就让病菌滋生在我们的鼻腔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鼻腔抵抗力好的人自然他就能抵抗住这个病菌。那么如果你的鼻腔抵抗力比较弱，那就容易被这些有害物质感染，从而发炎。这就是我们日常俗称的鼻炎。那么我们再看夏天，它其实有一个特性就是一年四季当中，这个时候阳气最旺，而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身体中的阳气也是处于最旺的时候，自然鼻腔对外界的病菌的抵抗力也是最强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利用好节气，咱们乘胜追击才是鼻炎的治愈之道。咱们做个适当的比方，就好比人体的寒气来自于冬天，但夏季的3伏天却是一年之中去寒气最好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也许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我是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慢性鼻炎？这种鼻炎的分类其实根源都是一样的，就是感染的部位不同，时间长短不同。那么话说回来，夏季我们应该用什么正确的方法来调理鼻炎呢？首先我们要从鼻炎的内因和外因2大根源去处理。先说鼻炎的外因，日常当中做好清理我们的鼻腔。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空气的质量还有环境，那么日常当中就一定要把我们的鼻腔当中吸入的一些，比如像灰尘病菌过敏原这些有害物质及时的清理掉。这样不仅仅有利于减少反复感染，更有利于咱们鼻腔的一个自我修复。就好比刷牙的目的就是清洁咱们的口腔，口腔当中的病菌少了，残渣清理掉了，牙龈自然而然就健康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处理鼻炎的内因，增强咱们鼻腔当中的一个抵抗力。很多患鼻炎的人身体都偏寒，导致鼻腔的抵抗力弱。所以呢，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夏季人体阳气最旺多出去运动，多出汗，增强我们的一个体质，同时做到早睡早起3餐规律，尽量不要吃冷的东西。想要从根本上把咱们的鼻炎带来的烦恼给它去根除掉，这2点可以说是必不可少，最好是同步进行。在这里，大伟还给大家分享一款对鼻炎很有价值的洗鼻液，这款洗鼻液也是我上次视频当中分享过的，用的舒不舒服啊？舒服。
很多朋友自己在用啊，有的呢还给孩子在用，反响都不错。今天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首先，这款洗鼻液套装里面有2点对鼻炎很有价值。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洗鼻液的配方啊，非常的好。除了含有生理性海水外啊，里面还含有尤加利提取物、维 C。这些对于鼻炎啊都非常的好，咱们一个一个啊来细说。首先，尤加利主要产自澳洲，当地人啊都把尤加利当做一种防治鼻炎、感冒啊、呼吸道的一种天然良药，它可以帮助我们啊滋养鼻腔啊、抗过敏，这个缓解鼻塞。第二个呢，就是里面啊还含有这个天然的维 C。那很多朋友啊都知道，维 C 呢可以去提高咱们的抵抗力，对于患有鼻炎的人群来说啊，增强鼻腔的抵抗力啊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能忽视。除此以外，里面还含有天然的薄荷啊、百里香提取物啊等等。那么这个洗鼻液的配方啊，确实是很不错，而且啊，纯植物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就是我现在这个距离啊，我闻一闻都感觉非常的好闻，很清香。其实呢，除了这个洗鼻液啊，它还有第二个亮点，就是这个洗鼻液套装当中还配了一个专用的洗鼻棒。那我拿给大家来看一下。那大家看啊，就是这根小棒子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那里面呢，其实是大有乾坤的。我很多朋友和孩子啊都特别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洗鼻棒啊，它浸过水以后啊，真的是非常的柔软，就好像婴儿的皮肤一样。那用起来啊是非常的舒服啊，在皮肤上摩擦，那就是为了保证清理咱们的鼻腔的同时不伤害咱们的鼻黏膜，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说出来我可能感觉你可能不会信。这个洗鼻棉棒它里面的这个清洁头上面有上万级的蜂窝小孔，而且呢还经过专利的认证。这个呢就像微型吸尘器一样，把咱们鼻腔当中的一些不好的物质轻轻松松就给清理掉了，从而让鼻腔达到一个深层的清洁促进咱们鼻腔的一个自我的修复。这个洗鼻液加这一根配套专用的洗鼻棉棒，从咱们鼻炎的内因外因双管齐下，同步科学解决。那这款洗鼻液也是我朋友力荐给我的，他自己孩子3年多的鼻炎也好了。那包括之后呢，我也分享给很多的朋友反馈都不错。其实鼻子舒畅了，咱们自然就爱上呼吸了。刚好这款洗鼻液的名字也叫做爱呼吸，爱是艾草的爱，大家自己呢可以去网上商城了解一下。今天的分享呢，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或者有比较好的建议欢迎在咱们评论区留言交流。好，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